欢迎回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聊的故事可有点不一般。这是一场发生在高原上的大棋局，每一步棋都复杂又微妙，就像你朋友圈里那些永远搞不清关系的朋友们一样。话说回来，在你准备放松之前，老朋友们先点个赞，新朋友点下订阅吧。更需要你送出 Hype 积分来支持我的创作。也别忘了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此刻几点了。好了，现在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很多人提起西藏，首先脑子里跳出来的是巍峨的雪山、辽阔的草原，还有那湛蓝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上帝画错了色号的天空。但今晚我们要把时间轴往回拨一点，回到一个更复杂、更有趣的年代，也就是上个世纪初期的民国时代。这个时期的西藏问题就好像一幅刚刚打开的拼图，每块都散落一地，偏偏拼的人还特别多手多脚。清政府、英国殖民者、西藏地方政府，后来又冒出来的民国中央政府，每一方都想把自己的那块拼图强行塞进去，但怎么塞都不合适，简直就是大型拼图事故现场。故事要从1911年讲起。这一年，整个中国都在闹着革命，而远离内地喧嚣的西藏拉萨却依旧安静的让人怀疑是不是睡着了。其实还真没睡着，这儿的人早就开始盯着远方，猜测着未来的风向。因为清廷的统治看起来有点风雨飘摇了，这意味着西藏的局势马上也会跟着动荡起来。毕竟当时西藏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对长期吵架但又没正式分手的情侣，既舍不得彻底放手，又没法好好相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个重要角色，13世达赖喇嘛。13世达赖在西藏当地人眼中简直是人气偶像，集智慧与权力于一身。但他也很难，真的是夹在各个势力之间，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行，整个人都纠结的不要不要的。他的一边是英国人，当时盘踞在印度，虎视眈眈地盯着西藏。英国人这帮老帝国主义者真是走到哪儿就搞事情搞到哪儿，他们就盯着西藏，想着怎么把这块战略要地抓进自己兜里。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高原地区不仅景色绝美，关键位置也绝佳。如果放过了，那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在地图上画了这么久的小圈圈。而13世达赖的另一边，则是清政府这位名义上的保护人。虽说看上去还算一家人，但日常沟通简直让人脑仁疼。清廷老是觉得西藏地方政府不听话，西藏地方政府则认为你天天乱管，还动不动就往这里派兵派官员，搞得人很不开心。双方看起来心平气和地维持关系，实际每天都在心里吐槽个没完。但不管怎么吐槽，这种微妙又尴尬的关系也勉强持续了100多年。就在清朝最后的几年，英国人觉得时机成熟，派出远征军强势入藏。结果发生了各种戏剧性的状况，路途之艰难，情况之复杂，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远征军费了9牛2虎之力进来了，却没得到想要的结果，反而弄得满身狼狈。但英国人从不轻言放弃，他们转而打起了外交的主意，在背后悄悄联系达赖，送上好话，还提出了一些合作条件，简直把西藏地方政府撩得有点心动。但13世达赖可不是傻白甜，他当然知道英国人没安好心，和他们打交道就像跟狐狸交朋友，分分钟被坑。所以达赖也一直拿捏着尺度，不把话说死，也不让英国人得逞。这种高超的外交技术，不得不说真是教科书级别。很快
辛亥革命爆发了，清廷突然之间说倒就倒，这可把西藏吓了一跳。内地的局势变化得像翻书一样快，西藏可没做好准备。于是13世达赖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宣布西藏独立自主，暂时摆脱清朝的影响。但刚松一口气，没想到麻烦更多了，因为新的民国中央政府又出现了。他们认为西藏理所当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表示不接受你们自己说独立就独立的随意行为。就这样，一场更复杂的局面诞生了。英国人也在旁边继续搞小动作，暗搓搓地鼓励达赖跟中央政府保持距离，别轻易认回这个关系。这一阶段的西藏局势就像一场烧脑的悬疑剧，每一方都在互相猜测和观察，表面上风平浪静，背地里却风起云涌。西藏就这样成了一盘棋，每个势力都在谨慎地挪动棋子，步步为营。民国中央政府、英国人、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多方角力不但复杂，而且充满戏剧性，甚至比现在的宫斗剧还精彩，绝对是肥皂剧级别的撕扯。但在这个阶段，胜负仍然没有揭晓，局势依旧扑朔迷离。13世达赖一边要维持内部稳定，一边还要应付外部压力，实在是不容易。这种夹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想想都觉得头疼。不过，这场高原上的棋局还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这些力量将如何继续博弈？13世达赖又会做出怎样惊人的选择？而民国中央政府能不能重新整合起这个乱成一团的局势呢？故事才刚刚拉开帷幕。在清末民初的拉萨街头，总是人来人往，牛羊混杂。平时除了藏族人之外，偶尔也能见到几个冒险而来的外国探险家。他们穿着不伦不类的藏服，偷偷摸摸地混在人群中，总是一副千万别发现我的表情。但有那么一天，拉萨的街道上却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物。这个陌生客的到来引起了整个城里的小骚动，藏族人议论纷纷，大家都在琢磨这人到底是哪儿来的，又想要干什么。这个神秘客就是英国派往拉萨的秘密特使扎尔斯·贝尔。贝尔这个人，头发整齐的像刚从理发店出来，衣服永远一尘不染，就连藏服都被他穿出了某种奇特的绅士感。这家伙可不是来旅游的，他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试图在拉萨找机会接近13世达赖，劝说达赖接受英国的保护，或至少和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说白了，英国人就是想在西藏插一只手进去操控局势，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才派出贝尔这种风度翩翩但暗藏心机的外交高手。贝尔进了拉萨之后，倒也没急着去找达赖，他这个人特别会做人，知道想要接近达赖，就得先从身边的人入手。于是，贝尔整天在拉萨的各个茶馆里晃悠，用流利的藏语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每当他开口说藏语的时候，总能惊得周围的人下巴掉下来。毕竟，一个英国佬藏语说得这么地道，实在不多见。有一次，一个茶馆老板实在忍不住，偷偷问他：“你到底是哪儿来的？”贝尔抿了一口酥油茶，神秘一笑：“远方来的朋友。”这句话后来在拉萨街头迅速流传开来，成了贝尔的标志性口号，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民众的好感。渐渐的，贝尔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拉萨人开始喜欢上这个彬彬有礼的英国人，甚至有些本地的贵族也开始主动找他聊天喝茶。当然，这背后的原因可不简单。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内部派系众多，不少官员对达赖的外交政策不满，觉得西藏应该抓住机会跟英国人走得更近一点。于是，
这些官员开始主动向贝尔透露一些消息，甚至暗示愿意协助他见到13世达赖。贝尔表面上很淡定，心里却乐开了花。这种事，不正是他一直在等的吗？终于有一天，在这些西藏官员的帮助下，贝尔被秘密安排进了布达拉宫，见到了13世达赖本人。贝尔本来以为自己足够镇定了，但见到达赖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了一下。毕竟，这位13世达赖当时威望极高，身穿华丽的袈裟，神情沉静，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睿智而洞察人心的力量。贝尔知道，接下来他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极其小心，因为稍有不慎，这场棋局就可能前功尽弃。达赖见了贝尔，并没有急于开口，反而先用目光打量了这个陌生人半天，才缓缓说道：“你来拉萨，到底想要做什么？”贝尔镇静地回答：“大人，我是带着善意来的，英国愿意和西藏交朋友。”达赖微微一笑，似乎早已看穿了他的意图，却也不直接戳穿，只淡淡地说：“西藏的朋友很多，有些朋友可以走得近些，有些却要保持距离，你觉得呢？”一句话把贝尔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位达赖果然不简单，一句话说了等于没说，却又表达了态度。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贝尔经常进出布达拉宫与达赖会面，两人表面上客气礼貌，实际上却不断在试探对方的底线。贝尔希望达赖能同意英国在西藏设立贸易站，甚至军事观察点，但达赖每次都巧妙地避开话题，从不明确答复。贝尔觉得达赖这个人太难对付了，这位达赖怎么比英国国内的那些政客还难搞定？而达赖对贝尔却始终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既不拒绝交往，也不答应任何条件。这种高明的外交手法让贝尔感到十分头痛。贝尔在拉萨的活动自然也引起了清政府驻藏官员的注意。这些驻藏大臣对贝尔的出现极度不满，但又没办法直接把他赶出去，只能通过暗地里监视和干扰，企图让贝尔的计划失败。这种明里暗里的对抗使拉萨街头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老百姓们倒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纷纷猜测英国人和清廷的较量到底谁更厉害一些。就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贝尔在拉萨整整待了1年多，但英国政府的目的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他无法说服13世达赖明确支持英国，也没能打开西藏的大门。不过，贝尔的到来却深刻地影响了拉萨的政局。西藏内部的亲英派力量开始抬头，与传统的亲中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渐渐公开化。拉萨城里原本和平的气氛突然变得敏感而复杂起来。到了后来，贝尔终于意识到，西藏这块高原上的土地远没有他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这里不仅有清廷，有地方政府，还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根本不是简单的外交手段就能轻松搞定的。当贝尔离开拉萨时，曾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充满神秘的城市，他的心里隐隐有种感觉，这场围绕西藏的争夺才刚刚拉开序幕。达赖的态度，清廷的警惕，藏族百姓的迷惑，让西藏这块拼图更加复杂。英国人想轻易拼上去，看来是没那么容易的。这个贝尔虽然走了，但他的出现却给西藏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埋下了一颗看似不明显却极具威力的种子。13世达赖喇嘛这个人实在有点传奇色彩。他所处的年代是那种不管往哪个方向走一步都可能踩雷的时期。清廷摇摇欲坠，英国人在门口晃悠，新生的民国政府又在虎视眈眈，西藏内部派系林立，随时都可能闹翻天。
这位达赖夹在中间，日子真的不好过。可他偏偏能在各种夹缝之间来回游走，每一次看似危险的局面都被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化险为夷。这种功力简直能出一本高原生存指南了。上次讲到英国特使贝尔在拉萨折腾了一阵子，但基本没能从达赖这里捞到什么便宜，就灰溜溜的撤走了。不过英国人可没那么容易认输，他们转而用更狡猾的方式继续影响西藏，比如不停地送礼物、打感情牌，还不断暗示说清廷马上就要不行了，不如早点转头靠近英国，这样日子才能过得安稳一些。达赖当然不会傻到一下子就相信英国人这些花言巧语，但心里也不可能完全不动摇。毕竟当时清廷的情况确实一天比一天差，英国又是超级大国，得罪不起。所以13世达赖心里一直有2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再等等吧，毕竟清廷还在，英国人又不可靠，另一个却一直在耳边小声嘀咕，可是大清马上倒了怎么办？难道真的要跟着倒霉？1911年，达赖的担心终于变成现实了。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真就这么倒了。当消息传到拉萨时，整个西藏地方政府都陷入了短暂的蒙圈状态。这种感觉就像你平时靠着一堵墙歇着，突然墙没了，整个人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差点摔倒。这时13世达赖不得不做出抉择了，到底要跟谁继续往下走？是宣布彻底独立，还是和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继续维持关系，又或者干脆投向英国的怀抱？每条路看起来都有风险，每条路看起来也都有些诱惑。这时候的13世达赖并没有轻易做出决定，他先是派人四处打听消息，确认内地局势到底有多乱。他派往北京和南京的人传回来的消息都很悲观，说民国政府初建，政局混乱，各方军阀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根本没空顾及西藏。这些消息听得达赖心里有些凉，难道真的要在英国和独立之间做个选择吗？但这时候英国人又跳出来搞事情了。他们一方面积极表示愿意给予西藏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却又偷偷派兵向西藏边境地区施压，威胁13世达赖尽快做决定。英国人的这种套路简直经典又无赖，就像一个渣男一边送礼物示好，一边还偷偷威胁说，你看吧，要是不跟我好，可就麻烦了哦。但13世达赖可不是小白兔，他当然看透了英国的意图，于是玩起了拖延战术。他并没有马上回应英国人的要求，反而开始频频接触内地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他给当时的袁世凯和其他民国官员写信，表示西藏希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维持过去那种宗藩关系，也就是名义上承认中央政府，但具体内部事务由西藏自己来管。这招非常高明，一下子让英国人气炸了肺，因为他们原以为达赖一定会彻底倒向自己，没想到达赖还是愿意给民国政府一个机会。达赖自己心里也清楚，民国政府当时的实力非常有限，根本无力真正管理或保护西藏，而英国人的势力却在印度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再次进攻西藏。达赖决定在两边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既不明确倒向任何一边，也不给任何一方明确拒绝的理由。这种做法看起来好像很滑头，但其实是他当时唯一能选择的路。如果达赖彻底投靠英国，很可能立刻被英国完全控制，但如果彻底向民国政府靠拢，又怕引发内部不满甚至地方动荡。这个阶段达赖选择了一种最保守却也最稳妥的策略，就是拖，能拖多久算多久，拖到局势更明朗一点再说。果然，这招拖字诀真的有效。民国政府虽然希望西藏能尽快明确立场，
但实在也拿不出什么强有力的措施，只能耐着性子跟达赖慢慢谈。而英国人更是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断派使者催促达赖尽快明确关系，但每次都被达赖以各种理由巧妙拒绝。这段时期，13世达赖在拉萨的宫殿里经常沉思，他知道这盘棋已经越来越难下，但依然必须咬牙撑住。他常常自嘲地对身边的随从说：“西藏的日子啊，就像在刀刃上跳舞，稍微不小心就会摔得很惨。”但他又总能笑着补一句：“不过到目前为止，还算是舞得挺不错的。”13世达赖在这场风暴中扮演的角色实在让人佩服。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彻底激怒任何一方，又巧妙地利用各方之间的矛盾，保持西藏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场复杂的大棋局里，达赖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谨慎，每一步都经过仔细计算。这种谨慎其实也反映出当时西藏处境的艰难，一不留神就可能陷入绝境，所以只能步步为营。不过棋局还远没结束，因为就在达赖慢慢稳住局面的同时，英国人正在计划着更大的动作，而民国政府也即将开始采取强硬措施。达赖面临的考验只会更加严峻。但不管怎么说，这位西藏的精神领袖在那个充满动荡和不确定的年代，的确用自己的智慧为西藏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这种智慧与权谋之间微妙的平衡，让13世达赖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身影，也让人不得不继续期待下一幕棋局又会怎么精彩地展开呢？1904年，英国远征军浩浩荡荡从印度边境开进西藏，这段历史在许多教科书里只用几句话带过，但实际上那是一出全程高能的高原冒险剧，甚至有点黑色幽默。英国人当时信心爆棚，以为西藏像他们以前征服的殖民地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但现实很快就教会了他们什么叫高原反应和人情世故。这一路走来，他们遇到的不是简单的抵抗，而是天险、民怨、误算，还有不断刷新底线的文化错位。英国政府原本并没有计划直接大规模军事介入西藏，但他们对清政府在西藏的掌控力早就心存疑虑，再加上当时谣言四起，说俄国人正悄悄渗透进西藏，准备和清朝达成秘密协议。这下子英国人坐不住了，典型的你不动我就放心，你一动我就焦虑。于是他们决定抢先出手，由英属印度的总督丘吉尔策划一场有限军事介入。这里所说的丘吉尔不是那个后来当首相的丘吉尔。军队由弗朗西斯·杨哈斯本率领，带着武力护送使团这一表面理由，一路从西京穿越喜马拉雅山，杀向西藏。当时他们想象的是一场优雅的军事散步，部队行进，藏族人惊恐后退，代表团顺利进拉萨，签个协议，大家回家吃饭。然而现实中的第一脚就踩在泥潭里，部队刚穿过边境，士兵们就纷纷中招。高原反应、缺氧、寒冷、补给困难，许多士兵晚上冻得直哆嗦，白天被太阳晒得皮肤发烫，走路都像采棉花。整个队伍就像参加了一场高原版的极限挑战。而西藏方面也不是吃素的，虽然装备远不如英军，但地形是他们的天然盟友。藏军熟悉地势，频频在山间设伏、断道，甚至发动雪崩战术，一边打一边引诱敌人进入雪原深处，让他们自乱阵脚。最经典的一幕是英军一个中队在山谷中被一群牧民游击队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英国军官后来回忆这段时间，满脸都是不敢置信，我们竟然被牦牛吓退了。最惨的是，英军以为自己来的是一场军事行动，但藏民压根儿不懂外交战术，真把这当成生死存亡的保卫战。
双方因此发生多次不必要的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江孜之战，英军对一个藏军据点展开围攻，结果藏军坚守数日，最后被攻破时造成重大伤亡，场面极为惨烈。这让本来还想走绅士路线的英国人彻底放弃幻想，转向高压。但问题又来了，拉萨不是那么容易打进去的，远征军行进艰难，补给线越来越长，而背后英属印度的财政也吃不消了。最讽刺的是，他们打进西藏，却始终没能见到13世达赖本人，因为达赖早在英军接近前就悄悄离开拉萨，前往蒙古避难，干脆不见，让英军徒呼奈何。英国人千里迢迢跑来，结果连主角都没见到，场面一度很尴尬。没有达赖坐镇，英军只好逼迫西藏地方官员签下一份名为《拉萨条约》的协议。这份条约强行要求西藏开放与英印的边境贸易，还划定了所谓的英藏界限，实质上让英国在西藏事务中拥有发言权。更别提他们还逼着清政府之后补签了这份协议，使其看起来像是三方共识。英军这波操作极具帝国风范，但也埋下了后来的所有麻烦种子。协议签了，英军却很快发现自己并没真正控制西藏，一旦军队撤走，藏民照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对协议内容根本无动于衷。贸易战见了，没人来，条约规定没人遵守，甚至在边境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摩擦。更严重的是，清廷虽然补签了协议，但心里对英国人早已怨念深重，暗地里不断鼓动藏族贵族抵制英方的安排。这种看似和平，实则内斗的局面，成了此后几十年西藏政治生态的底色。远征军最终疲惫撤离，英国人表面风光，实则空手而归。最讽刺的是，英国本土舆论对这场远征非常不满，许多人批评这次行动粗暴且无意义，甚至有人写信到《泰晤士报》说，我们用了几千士兵去打一个几乎没有军队的地区，耗费数十万英镑，换来一些毫无实质的纸条。英国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从此对是否继续扩大西藏影响开始犹豫起来。不过，就算这次远征结局不尽如人意，英国人却成功实现了一件事，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存在感牢牢扎根了。从那以后，西藏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清政府的主权受到了严重挑战，而13世达赖也因此意识到西藏已经成了各方势力眼中的香饽饽，必须更加小心行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次远征虽然失败，却开启了一种新模式，政治谈判配合军事威慑。从此以后，西藏不再只是清廷的藩属，而成了英国战略地图上的关键一环，也成为后来中英之间不断争夺的缓冲区。达赖在听闻远征军撤退后，曾私下感叹：“他们走了，但阴影还在。”这句话道出了当时西藏的真实处境，表面看似恢复宁静，实则危机四伏。这场英国远征是一段很多人忽略却极其关键的历史桥段。它不仅揭示了列强干涉的残酷现实，也让西藏地方势力意识到自身在世界棋盘上的位置。而13世达赖从此之后的每一个决定，都在这场风雪旅程的阴影下显得格外小心，也更有智慧。棋局越来越复杂，而那个站在棋盘中央的人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究竟面对着什么。拉萨的夜晚总是静得出奇，风从布达拉宫上掠过，带着一点点高原的凉意，也带着几分不安分的暗流。在这个看似平静的高原城市里，几场不见硝烟的外交较量正悄无声息地展开，表面是热茶香和礼节性的微笑，背地里却是刀光剑影，勾心斗角。民国初年，清廷一倒，
西藏问题迅速成了列强关注的焦点。英国继续捣鼓着他的藏南梦，民国政府急着维权又没人手，西藏地方政府更是想趁乱实现高度自治。这一桌牌局里，每个人都想着赢，没人甘心做陪跑，而决定这局胜负的不是枪，不是炮，而是那些能说会道、长袖善舞的外交官。民国刚成立那会儿，中央政府根本忙不过来，北京政坛天天吵，南方军阀轮番坐庄。在这种满地鸡毛的背景下，外交官成了派出去就靠自己的存在，没有具体指令，没有稳定经费，靠的全是临场反应和个人判断。被派去西藏相关事务的这些人，更像临时演员，走进了一部完全没剧本的肥皂剧。他们既要面对英国人娴熟的殖民技巧，又要应付藏地贵族惯有的拖延加转移话题技巧，一不小心就会被绕晕。其中有位特别值得一提的角色，罗文干，一位年轻又颇有抱负的民国外交官。他被临时任命为西藏事务谈判代表，接到命令那天还在北京喝豆汁儿，结果1周后就坐着骆驼在藏地巡游了，节奏比闪婚还快。他初到拉萨时，对这片神秘土地满眼敬畏，以为自己能用满腔热血捍卫国家尊严。然而很快，他就意识到事情远没有课堂上讲的那么简单。首先是语言问题，虽然带了翻译，但翻译很多时候压根儿听不懂藏地高官的暗语，那种你听得懂每一个词，但连起来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的本事。比如某位官员说，我们对此保留看法，实际上就是你别指望我们配合。罗文干刚开始还一字一句认真翻译，后来直接放弃，靠的是看人的眼神和茶倒的多不多来判断对方态度。这种非语言谈判艺术，他半年就练得出神入化。而更棘手的是英国人那一套看似绅士，实则处处设坑的谈判方式。英国使团的代表惯用策略是，先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再让你发现自己根本没话语权。他们会在宴会上热情介绍自己如何欣赏中华文化，但在会议桌上却冷冷地强调西藏有其自主发展权利。他们讲话的逻辑常常跳跃，一个话题聊得正热，突然就引出一个附加条件，最后再扔下一句，当然我们只是建议您不接受也没关系，不过可能影响后续合作。罗文干听完都快内伤了，几次差点摔茶杯，但他慢慢学会了应对。他开始在每次会议前悄悄打听对方最近有没有收到英国本土的电报，有没有内部政策调整，然后精准出招。英国代表本来计划在下一次会议上突然提出一个要求，结果他提前铺垫3轮，把对方直接绕进逻辑陷阱。英国人当场沉默10秒，最后只好说，这方面我们回头再研究。这场小胜利让罗文干在心里狠狠鼓掌，也让他逐渐明白，外交不是谁喊得大声，而是谁耐得住冷场，谁更会说废话，话里还藏刀子。而西藏地方官员的态度更加微妙，他们其实最怕的是局势稳定下来，因为稳定意味着必须表明立场，而在动荡中，他们却能左右逢源。英国送礼物，他们收；民国来谈判，他们点头，但最终什么都不答应。对于他们来说，继续保持模糊状态就是最安全的策略。这也使得外交谈判常常陷入无限回环。今天说快要达成共识，明天又说内部意见不统一，后天则干脆不出现。这些反复无常，表面看像耍赖，实则是藏族贵族多年练就的生存智慧。他们非常清楚，谁都想要西藏，但没人能一下子控制西藏。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让每一方都觉得还有希望，这样就不会彻底放弃，也就不会真正动手。罗文干开始时很不耐烦，后来反而佩服这套
颇研哲学，甚至在自己的汇报里专门写了一句：西藏问题如云中月，遥不可及，却又若隐若现。上级看了还夸他文采好，谁知道他其实是在委婉骂人。整个外交场上的博弈就像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每一方都不敢贸然落子，因为一旦落下，可能就失去了周旋的空间。这种长时间拉锯，使得许多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阶段，从未进入执行阶段。但正是这种状态，给了西藏地方更多主动权，也给了13世达赖更多调动空间。有一次，一个藏地大贵族在私下宴会上对罗文干说：“你们民国也许以后真的能统一中国，但现在我们更希望自己先别被统一。”这句话听起来冷酷，但极其真实。在那个阶段，每个势力都在博弈底线，没有人真心相信合作共赢，大家心里都有小算盘。外交官的任务就是让对方以为你算盘没那么响。不过，这场绵里藏针的外交拉锯战，并没有因为某一次谈判而改变走向，反而是因为时间在流逝，各方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策略，局势可能真的失控。这才引出了下一场更高层级的会谈，那就是即将发生的西姆拉会议。这场会议不仅把中英藏三方正式拉上谈判桌，也将西藏问题从地方模糊状态推向了国际公开场合。而谁在会上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决定，直到今天都还在历史中发酵。但在进入那场真正的大戏之前，这些外交官们在拉萨所经历的斡旋与博弈，已经把局势推到了一个再也无法回避的临界点。所有人都清楚，接下来谈不成就要散伙，散了就可能真刀真枪，这种若即若离的温吞外交，就像拉萨冬夜的火盆，一旦熄灭，所有的冷意就会瞬间涌上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崩塌，民国草创，整个中国像一台刚被重启的旧电脑，系统卡顿，程序混乱，文件一大堆丢失。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被摆上了台面：西藏到底算不算民国的一部分？如果算，那中央该不该管？怎么管？管得动吗？如果不算，那是不是间接承认西藏独立？这种情况，民国政府当然不能接受，可也一时间无从下手。因为现实摆在眼前，西藏地方政权已经在运作，达赖喇嘛已经掌权，英国人还在旁边刷存在感。而民国政府呢，名义上主权在握，实际却连拉萨的影子都看不到。这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民国对西藏的主权是纸面强硬，现实温柔。也就是说，在文件上、地图上、演讲稿里，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操作上、执行中、现实中，中央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那片土地。这种状态不是一两年，而是持续了整个民国时期。就像一段长期异地、从未同居的感情关系，名分还在，感情淡了，互动几乎没有，但又谁也不肯主动说分了吧。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提过边疆整合的问题，他强调五族共和，藏族自然也包含在内，但他更关心的是铁路、工业、军阀、制衡等内功。对西藏的处理基本是画个圈先留着，等到袁世凯上台，这个问题被进一步模糊化了。袁世凯非常现实，他知道中央现在连四川都未必控制得住，更别提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高原，所以他的策略是先别激怒对方，等我先安内，再谈其他。民国初年的中央政府就是这么一种嘴上硬、手上软、心里慌的状态。而在西藏这边，13世达赖一看清廷倒了，中央又弱，马上就加快了自主运作。
他在1912年正式宣布西藏脱离清朝统治，恢复西藏独立行政体系。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真正行动，自己组建军队，清理亲清势力，设立自己的内政机构。达赖很清楚，这一步不一定能得到国际承认，但至少能掌握主动权。而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表示不承认民国中央派来的官员，不接受中央的命令。这相当于说，你们那套东西我听听就好，不代表我要照做。民国政府自然不满，但也没能力马上出兵或者强制控制，唯一能做的是反复发电报、写公告、发通电，各种嘴上功夫，强行维持西藏仍属中国的表态。甚至在一些文件里还坚持使用西藏地方政府的称呼，避免承认西藏政权或达赖政府。这种政治语言的精细拿捏，足见民国政府对这一议题的尴尬和慎重。说得太软，怕被人说默认西藏独立；说得太硬，又怕逼得对方彻底断裂，连门面话都讲不下去。更复杂的是，西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虽然达赖有绝对的宗教权威，但西藏贵族、僧团、地方、山头、势力之间依然存在分歧。有些人偏向中央，认为跟中国保持一定联系有好处；有些人则受英国影响较深，希望更独立。民国政府也试图在这些裂缝中插手，比如通过重修友好、派发奖章、招待西藏僧侣来京等方式，软性拉拢西藏精英阶层。可惜效果有限，大部分人表面笑嘻嘻，心里却觉得这不过是空头支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明明双方关系紧张，拉萨却时不时还是会派人来南京联络感情，而南京也会派代表去西藏互访。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维持这种假装正常的互动，就像两口子明明各过各的，过年还是发条微信，新年快乐，常联系，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挑明，我们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了。这种模糊主权的状态在法律上其实非常麻烦，但在政治上却意外的稳定。西藏方面可以说我们没独立我们只是自己管自己，中央政府也可以对外宣传西藏没有分裂，只是交通不便，沟通困难。这种说法在国际场合也比较有操作空间，既不让列强抓住把柄，又保留了将来统一的余地。但这个状态也不是没有危机，一旦遇上重大事件，比如外国势力大规模介入，边境摩擦升级，藏地内部政变，那这层脆弱的模糊和平马上就会破裂。所以民国政府始终对西藏问题如履薄冰，既要嘴硬表态，又要小心操作，不敢轻举妄动。而英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局面，他们知道中央政府软弱，知道西藏地方需要国际支撑，于是就在这中间不断加码，增加贸易，扩大影响，拉拢地方势力，甚至暗中培训藏地人员。英国的战略非常明确，不直接吞并，但要持续操控，打造一个事实上的缓冲区，随时能牵制中国，必要时还能谈判换筹码。而西藏的应对也极具策略性，他们从不彻底靠向英国，也不主动挑衅民国中央，而是始终保持一种我听着呢，但我还是按自己的方式来的态度。这种策略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下，其实是一种极聪明的生存方式。到了民国中期，西藏问题的模糊状态基本固化，中央政府有心无力，西藏地方保持事实自治，英国人持续渗透，但没有突破口。整个格局看似平衡，实则每一步都像踩在薄冰上，没有哪一方真正满意，也没有哪一方敢打破这层均衡。而这就构成了民国时期最独特的西藏问题图景。一张完整的中国地图上
西藏赫然在列，但在现实操作中，这块拼图却始终缺了接合点。它在那里，却始终若即若离，模糊不清，像梦里那个你追不上的人。1913年，英国人终于忍不住出招了，他们策划了一场能把西藏归属彻底倒一遍的会议——西姆拉会议。这场会议的目的，说是要厘清中、英、藏三方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听起来像是一次国际和平大讨论，实则暗藏机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主权博弈。会议地点选在印度的避暑胜地西姆拉，那地方风景宜人，气候清爽，表面是谈判桌，实际是战场。中方代表去了，藏方代表也去了，英国人则既当主持人，又当参赛者，全程掌握节奏。会议刚开场，就已经处于劣势的民国代表张英堂一脸警觉，他知道这场谈判不好打。英国人的算盘打得很清楚，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西藏明确划分为内藏和外藏。内藏归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外藏则赋予更大的自治权，实际由西藏地方自己管。听起来像是一种合理的区域管理方案，实际上是赤裸裸地准备把西藏一分为二，把外藏变成一个处于中英之间的准独立地带。更关键的是，他们还计划在外藏与英属印度之间划出一条新边界线——麦克马洪线。这条线不仅把大片中国领土划进了英方设想中，也几乎把西藏问题变成了一场英国主导下的国际重构。张英堂一听这提议，当场脸就黑了。他代表民国政府参会，任务明确，维护主权，拒绝分裂，不丢寸土。英国人这番操作，在他眼里就是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他立刻反对，说中国绝不接受分内外藏的说法，整个西藏都是中国的一个整体，任何划界都是非法的。藏方代表倒是态度暧昧，一边默认英国方案挺合理，一边又不敢太张扬，因为他们也清楚，一旦彻底站队英国，后果很可能失控。整个会场因此陷入一种极其诡异的气氛，三方都在笑，桌下却各踩各的脚。英国人当然预料到了中方的反对，于是开始慢慢的蚕食式推进。他们把谈判切割成无数小议题，先谈贸易口岸，再谈文化交流，最后悄悄带出边界和自治问题。张英堂咬着牙跟进，每一条都寸步不让，会议因此拖了将近1年。期间有不少小高潮，比如某次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唐纳提出，既然贵国承认西藏为边疆，那为何不能给予更大自治？张英堂反驳，边疆也是中国的边疆，不是别人的。现场短暂沉默，翻译都不敢呼吸。藏方代表表面上听着，其实心里盘算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急着谈成协议，反而希望这种拉锯战能继续下去。因为一旦真正达成协定，他们就必须选择立场，而那意味着失去左右逢源的空间。于是他们不断在会上打文化牌，强调宗教传统、文化特殊性、民族性格独立，甚至提出藏人心中早已自立多年。这些话说得云淡风轻，实则每句都是暗示我们早就有主见，你们别想主导。而英国人也不是光靠嘴，会议期间，他们不断加码在西藏边境的建设项目，加快推进印藏间的道路修筑，还悄悄派人进入外藏地区设立办公机构。军事存在配合外交压力，再加舆论造势，这一套套路几乎复制了他们对待其他殖民地的模式。只不过这一次对象是一个仍然在国际上有主权地位的国家。民国政府虽然抗议不断，
但苦于政局不稳，内战频发，根本无法对边疆事务形成有效反应。到1914年春天，英国人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于是单方面推动协议成型。他们拉着藏方签署了《西姆拉公约》，并附上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地图。这份地图将大约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划归英属印度，成为后来的巨大争议点。张英堂代表的中方拒绝在这份文件上签字，明确表态中国不同意、不承认、不执行。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一份3方谈判形成的协议，最终只有2方签了字，而且其中一方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国际法上的条约主体资格。结果就是西姆拉公约变成了一张有字有图无效力的纸。英国人却并不介意，他们立刻把这份协议当作事实依据，在国际场合广泛宣传，看，我们和藏方已经达成协议，是中国自己拒绝参与。这种偷换概念的操作，让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也让西藏是否属于中国变成一个国际争议，而非国内事务。这是中国最不愿看到的情况，却已经来不及阻止。而藏方此时则更倾向于用协议已签为由，加快与英国的交流。他们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半独立地位。但13世达赖并未完全相信英国人的承诺，他既担心英国人趁机掌控更多权力，也担心一旦中国局势稳定，中央政府会秋后算账。所以即便协议签了，他在实际执行中依然非常谨慎，不敢全面推行。布达拉宫里曾有一段时间内部争论激烈，该不该完全靠向英国。最后达赖决定维持中间路线，继续模糊态度。而对中国来说，西姆拉会议的结局既是一次挫败，也是一种提醒。它暴露了中央政权对边疆事务掌控力的薄弱，也暴露了列强如何利用谈判包装侵略。而麦克马洪线的存在，更是埋下了几十年后中印边境冲突的伏笔。那条线在当时只是地图上的一道红线，却在历史中变成了现实中最具争议的伤口。这场会议没有赢家，英国人自以为占了便宜，但始终无法实质控制西藏。藏方争得了自治空间，却失去了长期信任，而中国政府则在不断声明无效中，逐渐积累了更深的边疆危机。西姆拉会议之后，西藏问题从此不再只是民族问题，而是彻底升格为国家主权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棘手的维度。地图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它不仅决定地理，更能引爆政治。1914年，英国人拿出一条线，悄悄地画在地图上。这条线后来成了中国边疆争议中最敏感的名字——麦克马洪线。它像一根看似随意的划痕，却影响了后面几十年的边界争端，成了一块谁都不敢轻碰的高原雷区。而那条线的诞生，源自一场谈不成却签成的会议——西姆拉会议。在那张后来被视为非法的地图上，英国人把藏南地区划给了自己，藏方代表照单全收，中方代表断然拒绝。于是尴尬地出现了2-1同意的局面。可惜这不是投票游戏，国际法讲的是合法性，不是人数。麦克马洪线起初并没引起太大波澜，中方拒签后，英国人知道这条线无法获得官方承认，所以一开始并未强行推进，反而保持了一种悄悄执行的状态。他们在自己掌控的阿鲁纳恰尔一带加紧建设，悄悄设点，甚至试探性修路，但表面上却不声不响，还继续与中方进行各种模糊式外交互动，像是想把这事儿慢慢做成既成事实。他们很懂操作节奏，
知道如果一口吃太多容易反噬，必须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推进。而西藏方面呢，他们的态度更加复杂。13世达赖并未全面推动麦克马洪线的落地实施，他心里明白这条线风险巨大，一旦照办，就等于彻底把中方惹毛，同时也可能让自己被英国人牵着鼻子走。他要的是借英自重，而不是英控全局。所以这条线在藏方手里一直是藏而不用，既不拒绝也不执行，就像随身带着一张底牌，什么都不做，但谁也别想忽略它。民国政府这边则对麦克马洪线极为愤怒，在北京，在南京，在每一次外交部的声明里，这条线都被定义为非法绘制，从未承认，毫无依据。而且这种立场从未更改。尽管现实中中央无法控制藏南地区，但民国地图上始终坚持把那一片划在国土范围内，地图成了态度的象征。哪怕现实是线外一片模糊，他们也要在纸上标明主权。这种化而不控的坚持，有人觉得无用，但它保住了话语权，也成为后来重新主张的基础。但英国人并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他们在接下来的20年里，继续以以签协议为依据，与藏地加强互动，在西藏南部设立贸易路线，安排军事观察员，甚至在某些偏远地区鼓动当地部族效忠英国。这些动作虽小，但持续不断，像蚂蚁啃树，一点点地蚕食着边界的稳定。而每当中方抗议，英国人就拿出西姆拉公约，摊开那份地图，一本正经地说，协议已定，贵国当时自行拒绝，我们不负责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推动麦克马洪线时，从来没有真正给藏方实质控制权。他们让西藏代表签了字，却从不把划出去的土地交给西藏自己管理，而是直接纳入英属印度的行政体系。这种一边拉拢一边架空的操作，让西藏地方政府很快意识到问题。我们以为是与英合作，结果是替人抬轿。这让达赖和拉萨高层越来越谨慎，对英方的态度开始逐步降温，连贸易互动也变得保守。而民国政府虽然不认可麦克马洪线，但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实际对策。那个阶段，中国内地正陷入北洋混战，南北分裂，连首都都时常易手，谁还顾得上千里之外的高原边界？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而是选择了文攻的方式，发布声明，加强舆论，调整地图，驳斥协议合法性。同时，通过少数几次官方视察，表现出象征性主权。这种虽远必争的态度，虽然缺乏实际作用，却构成了主权叙事的基石。麦克马洪线的存在，也间接影响了西藏内部的政治走向。藏方知道自己被英国利用，也清楚中方正在不断增强合法性争夺，所以越来越倾向于回归中立状态，不再过于亲英。1930年代以后，随着民国国力逐渐回升，西藏对英国的依赖感有所下降，尤其在看到英国在印度推行种姓政策、暴力镇压时，部分藏族贵族对所谓文明盟友的幻想逐渐破灭。而英国人则开始发现，麦克马洪线越往前推进，阻力越大。他们在地理上难以跨越横断山脉的自然屏障，在政治上又失去藏方主动配合，加上国际社会对未承认条约普遍不支持，导致这条线逐渐陷入空有其名的状态，就像一张盖章盖偏了的纸，拿得出手，却无法用在正经场合。这条线的真正危险，其实在于它的模糊性，没有清晰坐标，没有实地勘界，没有双边确认。它在地图上像一道随手画出的记号，却在现实中像一条未爆炸的导火索。一旦触碰，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而在之后几十年，事实
也的确如此。麦克马洪线成了中印边界争议的导火索之一，它的诞生源于殖民阴影，它的争议却延续到了后殖民世界的边界构建中，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伤口。达赖在麦克马洪线争议最激烈时曾说：“西藏不是别人切割的布匹，我们不能随便让人拿剪刀。”这句话后来成为拉萨政界口耳相传的警语，也道尽了这条线的政治寓意。它不是一条简单的边界线，而是权力、野心、误判、拉锯的交织物，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道未解的难题。地图上的红线画下容易抹掉，却几乎不可能。麦克马洪线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是清晰的，它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分清疆界，而是制造争议。对英国来说，它是一种策略；对中国，它是一种挑战；对西藏，它是一种枷锁；对历史，它是一道永远难以绕开的问号。1933年，13世达赖喇嘛圆寂，拉萨城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默，整个西藏高原的空气似乎都停顿了几秒。人们在转经筒前低头念经，僧侣们日夜诵经回向，而政治核心却悄然陷入空窗期。因为在那个时代，达赖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更是西藏政治运行的核心。他的去世意味着西藏地方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主心骨。更现实的是，这场告别也彻底打破了过去20多年高原上勉强维持的平衡。达赖的一生是夹缝中的求生术，他既反清又提防英国，既保持事实上的自治，又从不主动宣布独立。他既争取国际空间，又不敢让西藏彻底掉队中华世界。他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走在云端，却要防着四面风来。”的确，他一生都在踩平衡木，而他圆寂之后，这条木板突然失去了重量支撑，随时可能断裂。达赖去世后的权力中枢落到了摄政喇嘛热镇洛桑益西手中。这位热镇仁波切是一位极富政治智慧的高僧，同时也是一位性格极其强硬的临时掌舵者。他对内大力整顿僧俗关系，对外则极力压制亲英派崛起，尤其对那些趁13世达赖离世企图借机靠拢英国的贵族势力，他毫不手软，甚至暗中进行了几次换人。有次在拉萨贵族圈流传一句话：“热镇说不行的人，3天后就不见了。”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紧张。与此同时，寻找14世达赖转世灵童的任务也悄然展开。这项工作本就敏感，政治意味十足，而这一次更是格外复杂，因为各方势力都想插手。英国人暗地支持某个符合他们利益的候选灵童，而亲中派也极力推动更偏向传统宗法权威的路线。热镇却表示，我们找的是佛的化身，不是某国的棋子。为了杜绝干扰，他特意指派亲信护送寻找灵童的队伍，避免外部势力染指。灵童最终在安多一带被发现，这一决定立即在藏区引发巨大讨论。有人说这是天意所归，也有人质疑这是不是热镇主导的政治选择。但无论如何，14世达赖的位置终于确定下来，而此时的西藏已不像过去那般宁静。地方贵族和寺庙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亲英、亲中、独派三股力量在暗中较劲。每一次布施，每一场法会背后都可能藏着深远的政治意味。就在热镇努力维持秩序时，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成立蒙藏委员会，并发布公告强调，西藏自古属中国，今后将加强联系，统一法令。这份文告像是隔着雪山喊话，但西藏方面却并不买账。
热镇明确表示，西藏事务由西藏自己管理，不容外来干涉。然而，他同时又不完全与中央政府翻脸，仍保持一种礼节往来，每年照常回函送礼，参加象征性会议，就是不让中央抓住断绝联系的口实。而这段时间的英国人也没闲着，他们加强了与藏地南部贵族的联系，送去大量物资，设立临时学校，邀请僧侣访印。他们希望通过软影响渗透西藏，甚至提出协助教育西藏年轻一代。听起来像善意，实则在悄悄培养亲英力量。热镇对此非常警觉，他在布达拉宫内部会议中说道：“他们不是来送书的，是来写新规则的。”于是他加大了对西藏传统教育的扶持，同时缩减与英国之间的正式接触。英国特使甚至几次被婉拒见面。拉萨官场内部形成一条默认共识：现在不是靠英的时候。但压力却越来越大，中央政府逐渐恢复元气，军力整合，国民党在西南布点不断，西藏边界不时传出摩擦，尤其是川边一带，一些归属不清的山口频频爆发小规模冲突。中央方面坚持边境管辖权，西藏方面则主张历史惯例。热镇清楚，这不是边境纠纷，而是象征意义的对抗。他开始加强边防，组织民兵，同时向内加强宗教控制，试图用传统信仰维持秩序。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西藏内部改革受阻，部分寺庙势力对热镇的铁腕政策心怀不满，贵族阶层亦对他独断作风有所抱怨。到了1947年，热镇被指专权独断，妨碍佛法，最终被秘密罢免并囚禁，不久之后死于意外中毒。这一事件震动西藏政坛，也让不少人心头一紧。原来连摄政也保不住自己，这也暴露出西藏内部权力机制的高度不稳定。达赖不在时，政局随时可能变天。14世达赖那时年幼，由摄政们轮流辅政，局势日渐复杂。拉萨的各方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而中央政府正悄悄调整边疆政策。英国人在印度的力量则迅速衰退。1947年，印度独立，英印政权更替，原本的外交通道被打乱，西藏失去了外部最大支点。一切都在变化，没人知道这场风暴最终会席卷到哪里。13世达赖曾苦心经营的内点平衡，在他圆寂后逐渐失效。他临终前留下的话是：未来的路在风雪中。他预感到，西藏接下来的几十年将不再是藏毯上缓慢行走的脚步，而是高原上迎风奔跑的冲刺。这场冲刺，跑得快可能摔，跑得慢可能亡，不跑就注定被卷走。地图上，康区2个字写的不大，却浓缩了太多故事。它是西藏与四川之间的缓冲地带，更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西藏地方势力以及地方山头武装相互角力的热区。康藏边界问题看起来像一块地皮争议，实则背后藏着主权认同、民族归属、地缘战略3重交织。这个区域既不全属于西藏，也不完全由中央控制，形势复杂到足以写10集连续剧。每当中央政府试图往西推进一点，藏地地方势力就会往东撑回来一点，边界像拉锯绳，一次次在冲突中被反复拉扯。民国初期，四川的军阀们最先看上了康区，毕竟边境就在那里，谁抢先占据一点，就能多点税、多点资源，还能获得在中央的谈判筹码。尤其刘文辉这个名字跟康藏纠葛密不可分。他身为四川军政大佬，一直希望扩大对西藏东部的控制。为此，他不仅派兵驻守，还设立康定行署，
试图将这片边界地带正式纳入四川行政体系。这个行为引起拉萨方面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康区是西藏固有领地，怎么能被四川人名正言顺地插旗？于是双方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边界拔河。康藏之间的摩擦最常见的是小规模武装冲突，你派几百人修条路，我就调人去巡逻；你设个税卡，我就干脆另开一条山路绕过去。偶尔还会发生零星交火，谁也没法彻底把对方赶走，但也不想示弱。更微妙的是，两边还不断策反对方的地方头人，谁拉拢得多，地盘就大。这种边境政治早已不只是军事较量，更是一种人脉、银子、耐力的比拼。而在民国政府眼里，康区其实是一张筹码牌，他们不一定真的要完全控制康区，但在与西藏谈判时，只要康区在手，就多一分压制的底气。比如在某次谈判中，中央代表直接拿出康区的税收册子说，你看这些地方都缴纳国税，怎么可能不是我们管理的地方呢？而西藏方面则反驳，那是他们怕被你们打，不是真心归顺。双方各执一词，边界划定始终没有共识。这时候，一个叫格达活佛的人突然活跃起来，他是康区颇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但同时也是极有政治头脑的协调者。他多次在冲突双方之间奔走，试图调和矛盾。他主张将康区划为缓冲行政区，由藏方和川方共同管理，在宗教事务上归西藏，在行政事务上由四川派驻代表。这个想法一度获得多方响应，甚至中央政府也表示可研究可参考，但最后因为边界划分细节谈不拢，还是搁置了。有一次康定地区发生民乱，地方群众因川军强征而暴动，拉萨方面趁机表示愿意协助恢复秩序，意思是要派兵帮忙。这一下把川军急得跳脚，你说帮忙，万一来了就不走了怎么办？于是赶紧加派兵力，把协助变成拒绝。这种事发生不止一次，彼此的互信被不断削弱，康区成了一个谁先松手谁吃亏的局，而背后最大的推动者还是身份认同这一层问题。西藏认为康人信仰藏传佛教，语言习俗接近，属于文化共同体，而中央政府则强调康区自古归川，是汉地与藏地之间的重要走廊。两种逻辑互不相让，让任何试图划界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更棘手的是，康区人民在这场政治拉锯中成了被迫配合的角色，今天挂四川的旗，明天挂拉萨的文书，后天又不知该听谁的。生活仿佛在选边站，每一次都冒着风险。但有意思的是，康人并非全然被动，许多地方势力开始自我强化权力，既接受藏地的宗教领导，也接受川地的财政支援，在两边之间灵活生存。某个地方，头人甚至坦言，我不是靠谁，我是靠平衡。他每年一边向西藏送贡品，一边接受四川派员检阅，谁也不得罪，谁也不靠死。这种高原版中立战略，反倒让他在战乱中活得最好。时间来到1930年代末，民国政府在西南的整合力度开始增强。蒋介石主张统一边疆政策，试图将康藏一体纳入中央行政规划。他成立西康省，以康定为省会，试图以行政方式切断西藏对康区的影响。这一做法一度取得部分成效，但也激化了西藏地方的不满。尤其是在西康省设立后，拉萨方面坚决表示绝不承认，并发文抗议，称此举违反历史事实。于是康区再次陷入尴尬地位，法律归中央，习惯归西藏，现实上则谁人多谁说话。在这样的背景下，
康藏边界问题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划线问题，而成为整个西藏归属问题的前哨。谁能掌控康区，谁就多一分在西藏话语权上的优势。而康人自己则逐渐演化出一种更强的地方认同，他们既不是纯西藏人，也不是四川人，而是康巴人，一种属于高原东原的独特文化族群。这种认同既是一种文化自主的姿态，也是一种现实生存的策略。康藏边界的博弈不是一两次交涉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张力，是地理与权力、文化与制度、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多维拉锯。这块高原东原的小小拼图看似微不足道，却在大国战略格局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分量。谁都想拿下它，但谁都不能彻底控制它。它就像棋盘中那颗既危险又诱人的死活点，一旦动了，全局随之震荡。提起蒋介石，人们脑海中多是他在抗战前线的军装背影，在南京政坛上的铁腕操作，或是在庐山讲话时那一副道德至上的姿态。但很少有人注意，他其实一直对西藏颇有关注，只是这种关注常常被各种更紧急的事物盖过，比如军阀混战、日军入侵、党内派系斗争等等。西藏就像他政治生命里一直远远看着的风筝，时而拉线，时而松手，却从没真正放飞过。蒋介石从1920年代开始就有边疆统一的野心，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不久设立了蒙藏委员会，试图通过行政体系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华民国的统一框架。这听上去像是治理国家的大手笔，实际上却是政治声明大于实际行动。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连陕西都管不稳，哪还有资源去真正涉足遥远的雪域高原？他对西藏的处理方式一直是在主权宣示和现实忍让之间摇摆，嘴上喊得响，文件里写得漂亮，地图一张不漏，但落到实际操作层面就变得格外谨慎。他非常清楚，西藏不是能用兵力解决的问题，一来地理阻隔，二来国际因素复杂，三来藏族社会本身也不易被硬性管理。所以他一边在文件中强调中央对西藏拥有完整主权，一边又在具体事务上尽量避免引起西藏地方政府的激烈反弹。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搞象征性介入，比如每逢国庆节，南京都会安排向拉萨致贺电；每年春天，蒙藏委员会会寄出慰问锦旗，还会时不时邀请西藏僧人代表来南京交流访问。这些举动看似温和，实则意图明确：我没忘你，你别忘我。蒋介石希望用文化认同、宗教尊重、民族团结的软话术把西藏拉回中央视线，却又始终不敢真刀真枪地干涉拉萨的内部政务。而西藏方面对蒋介石的这套操作也早已摸清，他们接贺电、收锦旗、派代表去南京，礼数一应俱全，回拉萨后却依旧自管自家事，表面尊重，实则阳奉阴违。这种你来我往，建立起一种高原特色的政治默契，中央不能断联络，西藏不能公开反对，大家都维持面子，维持现状。不过这种默契并不意味着西藏就对蒋介石毫无警惕。事实上，蒋对西藏的主权言论早已被拉萨政界当成例行公事。每当南京那边放出要加强对藏管辖的风声，拉萨便立刻加快自主改革的步伐，提前布局，防止中央突然动真格。比如1935年后，西藏地方政府加强边境管理，整顿宗教体制，甚至在部分地区增设民兵队伍，目的就是在政治上形成守门姿态，既不惹事也不示弱。
而蒋介石自己也清楚，他的对藏政策注定只能以稳为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意图迅速降温，转为谋求战略合作。他开始设想，如果能争取西藏支持抗战，哪怕只是一种政治表态，也可以在国际舆论中制造亮点。于是他又派人进藏传达抗战精神，还专门给西藏官员送去抗日题词手记，希望通过文化认同把西藏拉进民族统一战线。但西藏方面对此反应相当冷静，他们当然不希望日本人打进来，但也不愿卷入中原战火。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号召表示支持精神，保守中立，实际上就是不掺和。这种态度让蒋很无奈，但也无法指责，因为他自己都承认，西藏远隔千山，强行干涉者必自取败。不过他也不是完全束手就擒。蒋介石在战时设立西南联络站，表面用于战区协调，实际上是为了继续与藏地保持沟通。他还派出几位特别代表，长期驻扎西藏边境地区，一方面监视英印动向，一方面与西藏地方政要保持私下接触。这些代表身负特殊使命，常年吃苦耐劳，外号高原暗旗。他们在不动声色中扮演中央的眼线和使节，既不代表军队，也不代表官署，而是代表蒋介石的个人意志。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始终认为西藏问题迟早要解决，但不是现在。他常在日记里写，西藏非武统之地，需待时而动。这个时指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国内部政局稳定，二是外部列强干涉力下降。而这两个条件在民国时期从未真正同时具备。因此他一再对幕僚强调，现今非收回之机，待统一后再议。可惜天不随人愿，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西南成了战略防线。蒋介石又一次把西藏放到后置议题。当他在1949年退守台湾时，曾短暂考虑是否在西藏设置一个流亡政权缓冲地，但最终因地理与人力限制放弃。西藏再次从蒋的政治棋盘中变回了一块不可碰、不敢碰、碰不得的边地。蒋介石一生都没踏足西藏一步，却对这块土地持续关注。他像个时刻留意天边云层动向的指挥官，明知触及不了，却仍不放下望远镜。有人说他对西藏有梦无力，也有人说他是明智克制。不管怎么说，蒋介石的西藏政策从头到尾都围绕一个字：稳。在风雨飘摇的民国岁月里，这份稳既是一种无奈的智慧，也是一种无法展开的遗憾。1947年，印度独立，英国人终于从南亚收拾行李撤退了。这一场告别对许多殖民地人民来说意味着自由与重生，但对西藏来说却像突然被抽走了拐杖。英国是那种嘴里说不干涉，行动却很有参与感的老牌帝国。他们虽然没把西藏变成殖民地，却长期以特殊关系为由，深度影响西藏内政与对外事务。英国一走，这个曾经在拉萨设点，在藏南划线，在各类协议上签字的人突然退场了。西藏地方政府一下子失去了最主要的国际靠山，而这个真空立刻成了一个令人焦虑的未知数。因应分手时留下的不是祝福，而是一地烂摊子。最要命的是，麦克马洪线上的争议地区被印度新政府一股脑接管下来，还带着一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表情。西藏方面一时无从应对，他们原以为英国走了，藏南问题就可以暂时搁置，结果换了一张面孔，继续同样的话术，手段却更直接。新生的印度共和国
急着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同时又想在边界问题上体现国家尊严，于是对藏南地区采取了悄悄推进的策略，一边在当地修路设点，一边主动派官员访问，还不断强调这是我们根据已有协议接手的行政区域。拉萨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茫然。他们习惯了英国那套文明遮羞布的操作，却对新来的邻居缺乏了解。印度人不像英国人那样绕弯子，他们的策略更加直接，甚至有点不讲武德。西藏方面立刻派出代表与印度政府沟通，试图表达不应扩大争议。但印度那边态度很强硬，表示一切都在合法程序之内，不存在争议。这下原本藏在地图边缘的红线又一次被拉进现实，成为国际关注的新火药点。与此同时，西藏内部也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外部失去了依靠，内部又正处于14世达赖逐步掌权的敏感过渡期。原本还希望慢慢将政权从摄政手中交还达赖，现在却被迫加速，甚至一度出现提前拥戴呼声。达赖此时年仅10几岁，虽早熟聪慧，但显然无法独立应对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拉萨政权不得不临时组建对应小组，负责处理边界事务，同时秘密派出使节前往印度、尼泊尔等地收集情报，希望摸清新局势。而此时的民国政府虽然还在，但已是风雨飘摇。1947年以后，国共内战愈演愈烈，南京政府疲于应对战场局势，根本无暇顾及边疆事务。尽管蒙藏委员会依然存在，仍不断发电报宣示对藏主权，但在西藏人看来，这种声明越来越像纸上谈兵。民国政府派出的驻藏代表被边缘化，连正常会面都困难重重。某位代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旗子插在院子里，但门从来没打开过。”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中央与西藏之间那种有名无实的联系。正是在这种中央政府日益虚弱、外部支撑突失的双重夹击下，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一种幻觉，也许现在是实现真正独立的机会。1949年初，拉萨内部召开多次高层会议，有人提出应考虑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藏人政府，还有人主张主动联络美苏等国，以加强外交存在。这种思路表面是外交拓展，实则是一种心理防御。既然英印已经靠不住，民国又快垮台，那是不是应该另辟蹊径，自己撑起一片天？但这些讨论很快陷入现实壁垒。首先，西藏并没有获得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无论英国、印度还是美国，都只在事实层面保持模糊。西藏想申请联合国席位，却连渠道都找不到；派出代表团想访问欧洲国家，却频频碰壁。唯一比较热情的是在尼泊尔与不丹之间搞宗教交流的民间团体。国际政治从来不是看谁有道理，而是看谁有能力塑造规则，而西藏始终处于话语权之外。更关键的是，印度的强势表现让拉萨清醒意识到，西藏并不具备单独应对大国博弈的能力。藏南地区的控制权已悄然易手，西藏派去抗议的代表团在新德里的会场里连英文翻译都听不太懂，而对方则用律师团队、地图、图册和边界协定文书一页页压过来，把会议开得像一场法律战。西藏的官员回到拉萨后感叹，他们不是跟我们谈，是给我们上课，而这场教学还未结束。正是在这个阶段，西藏高层内部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主张务实自治，认为继续保持事实独立，避免激怒周边是最安全的道路；另一派则日益倾向于建立真正国家。他们希望推动西藏在外交、军队、财政上的独立运作，哪怕只是象征性，也要自我标明立场。
这两种思路相互拉扯，形成拉萨政局新的张力。与此同时，西南大陆的另一边，局势已经彻底翻盘。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新中央政权明确将统一全国领土作为基本国策，西藏自然也包含在其中。这场即将走近的力量，如一股来自东方的寒流，渐渐逼近了雪域高原。而此刻的西藏，仍然在与印度交涉边界，仍在琢磨是否要自己写一份宪法，仍在派代表尝试去联合国碰碰运气，却没有意识到这片高原上的局势已经不再由他们单独决定。因应退出的这道权力真空，本是一次重塑格局的机会，但西藏没能及时把握，而等待他们的不再是谈判桌上的外交博弈，而是新政权一板一眼的国家统一计划。边界上的风刚吹起，雪线下的棋盘已经在暗中移动。民国后期，整个中国像一个被反复揉搓的布包，越扯越薄，边角开始脱线。可就在这混乱之中，西藏却迎来了一波奇特的活佛热。这种热不是宗教觉醒，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象征。当外界越来越把目光投向高原，原本只是宗教信仰的转世灵童，忽然成了各方势力争相下注的战略资源。活佛们不只是念经修行，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权力代表，文化图腾、外交卡牌，甚至可以说是那时候最高原版的外交资产。这种局面起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特殊性，另一个则是外部势力对宗教权威的高度敏感。在民国的语言里，达赖喇嘛是民族团结的象征，而在英国或印度的眼里，这却是一个可以谈判的接口。从13世达赖圆寂开始，围绕14世的寻找、教育、加冕，乃至成年掌权，活佛制度被前所未有的政治化。不仅达赖，一大批较有影响力的地方活佛也被拉入更广阔的格局中。比如班禅喇嘛，在13世达赖时期曾因政见分歧离开拉萨，迁居青海塔尔寺，被中央政府高度关注。南京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甚至专门发函尊请班禅东归，还给他安排官阶待遇，期待其成为亲中央的藏人领袖。蒋介石甚至一度希望班禅能成为统一西藏的桥梁。但班禅方面也不傻，他们一边接受礼遇，一边坚持自身独立宗教地位，始终保持既不倒向西藏地方政府，也不完全附和南京的微妙姿态。与此同时，西藏本地的中小活佛们也开始在区域内崛起，有的靠自己教派地位，有的则是被贵族家族精心包装，甚至出现了某些活佛候选人还未正式坐床，就已经有亲英、亲中、亲印度的队伍在拉拢他们的家族。活佛争夺战一度演变成地方政治中最具戏剧性的对局。一个年轻孩子一旦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几乎瞬间就拥有了可怕的话语权，乃至牵动整个区域的政局。在民国政府眼里，这些活佛是藏地治理的渠道，他们认为如果能笼络这些宗教领袖，就能影响藏民的心。在实际操作中，蒙藏委员会频繁发出供养银，赐予法号匾额，甚至为部分活佛亲自题词。1939年，一位被中央认可的活佛进京访问，南京政府不仅安排盛大欢迎，还专门让他在国会讲了一段藏语开示，然后现场翻译成国语，成为当时新闻头条。蒋介石还在日记里写下：活佛之道，既传于民，亦通于政也。但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对这种中央封赐极为警惕。拉萨高层清楚地知道，
中央扶持的活佛一旦在本地坐实，就等于在自己地盘上埋了一颗政治地雷。于是他们开始加强对转世灵童制度的内部管理，制定更严格的寻访程序，还明确要求转世灵童必须经拉萨宗教事务院确认方可坐床。这种做法既是自保，也是在筑一道看不见的墙。更令人玩味的是，英方也没闲着。虽然英国正式退出西藏事务，但在英方接手初期，仍有不少英制惯性残留在边境地区。印度人一度试图通过文化交流方式接触西藏中下层活佛，例如邀请他们赴印参加佛教节庆，提供奖学金去印度寺庙研修，还悄悄扶持了几个愿意南望的小活佛。这种文化调和其实也是一种试图控制宗教权威的外交策略。而就在各方拉锯的高原中央，一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成为所有人关注的核心，14世达赖。他的一言一行被拉萨视为希望，被外界视为变量。他尚未成年，但身边已经围绕着各路政治顾问、宗教导师、翻译、旧贵族后代，甚至是英印教育背景的现代藏人。这套多重构成的培育体系，表面上是为了锻炼达赖执政能力，实际上是各方势力在提前布局。他们都明白，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将决定未来西藏的方向，而他们必须尽早抢占影响空间。14世达赖自己也逐渐意识到这种复杂性。他在回忆中写道：年幼时我只想念经洗礼，但很快我就知道每一个决定都有不同的耳朵在听。他的教育过程中不断被灌输各种观点，传统的宗教伦理、现代国家意识、中原历史脉络，甚至还有来自国外的普世价值观。这种多重影响塑造了他后来较为开放与折中的政治思维。而这个时期的拉萨其实是一座外表静谧、内里汹涌的城市。你在街头看到僧侣在转经，在寺庙听到梵音颂唱，但在贵族府邸、宗教议事厅和达赖的私密顾问会所里，讲的却是策略、联盟、应变。这些话题听上去像是朝堂之事，实则全藏在高僧法衣之下。谁能笼络活佛，谁就握住了舆论之锤；谁能左右转世仪轨，谁就拥有了合法性的钥匙。这一切都不动声色，却步步为营。到了1949年后期，14世达赖终于正式加冕，拉萨举行了盛大的坐床典礼。那天全城披彩，佛乐响彻，但其实很多人心中都清楚，这场隆重的仪式标志的不只是一个宗教新篇章，更是高原即将面对巨变的开始。因为就在加冕的几个月后，来自东边的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北京宣告成立，并以无比清晰的语气宣称，西藏自古属于中国，将于统一大业之中完整归位。此时此刻，那些曾在政治角力中被赋能的活佛们才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将成为新旧时代交接中被重新定义的角色。一场更大、更复杂的变革已经缓缓朝雪山走来。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升起第一面5星红旗，新中国宣告成立。这声礼炮声传到拉萨时，不是隆隆作响，而是像在雪山深处轻轻震了一下空气。表面上，西藏仍旧照常转经、诵经、礼佛、早课，旧贵族在院落中喝酥油茶，僧侣继续在壁画前研读经典。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风正从东边吹来。这不是过去那些微风试探，而是一场将彻底改变旧局的强风，是新的拼图即将压入空白处的前兆。新中国政府成立伊始，便明确提出完成国家统一、
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所有尚未解放地区。这句话没有模糊空间，它不是外交语言，而是政治宣誓。同时，中央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下设西藏事务处，还明确由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西藏问题的协调。这场行动没有叫谈判，而是叫和平解放。对新政府来说，这既是政治目标，也是主权证明，西藏必须归位。而此时的拉萨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思潮中，一派人认为应该尽早与新政权接触，以争取和平协商的空间；另一派则坚决主张维持现状，甚至不惜采取防守策略。达赖方面一度倾向于派出代表前往北京，但又担心一旦失控，中央可能趁机强行进驻。讨论陷入来回拉锯，哪怕是派谁去、带什么礼、说什么话，都争论不休。与此同时，一些西藏保守贵族开始尝试向海外发声，他们试图联系印度，希望印度能够在国际调解中出手相助。他们派出密使赴加德满都，又联系一些仍残留在印方的英籍人士，甚至有人设法与美国驻印机构搭上线，提出西藏愿为反共桥头堡。这些尝试都未取得实质回应。国际形势已彻底改写，西方国家虽对中国新政权存疑，但也不愿公开介入西藏问题。联合国层面更是冷淡，将其视作中国内政。印度反应则最微妙。一方面，印度政府希望继续保持与西藏之间的传统关系，尤其是对达旺等地区的控制保持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尼赫鲁领导的新政府又试图在中印关系中建立新平衡。他们不愿因西藏问题激怒中国，避免两国建交受阻。于是，印度对西藏使者的请求多是温和鼓励，实际操作上却采取观望策略。拉萨的代表在新德里得到的最多回复就是“请保持稳定”。这5个字听着客气，实际上是拒绝的委婉版本。而新中国政府则没有等待。1950年春，中央决定组建进藏部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在张国华将军指挥下，开始向川藏边境推进。与此同步，一支和平使团也秘密筹备，准备通过西康地区入藏谈判。中央给的方针是打得进、谈得下，争取和平解决，做好最坏准备。这种双轨推进的策略，既展示实力，也不关上谈判大门。张国华在作战准备会议上说：“我们不是入侵，我们是回家。”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历时不到2周，解放军迅速攻占西藏东部重镇昌都。藏军虽有抵抗，但指挥混乱，火力悬殊，很快败退。这场战役对西藏政局震动极大，拉萨高层陷入极度慌乱。原本持观望态度的贵族突然转向激进，有人提议迁都日喀则，也有人提出放弃拉萨，向印度寻求避难。但很快，达赖做出了关键决定：留下，求谈判。14世达赖年仅15岁，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超出年龄的镇定。他在私下对亲信说：“如果我们逃走，我们就失去了话语权。”这个判断被历史证明极为重要。1951年5月，在北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与中央代表签署了著名的17条协议。这份协议成为西藏和平解放的正式文件，规定西藏保留原有政治体制，由中央负责国防和外交，藏军编入解放军序列，达赖尊号依旧存在。这份协议的签订在拉萨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就此解决，很多贵族和僧侣依旧抗拒中央进驻，担心外来统治破坏西藏传统。民间也存在大量猜测，汉人军队是否会拆寺院，是否会改宗，
是否会把经书当柴火给烧了？但这些疑问很快在事实中被缓解。第18军进驻拉萨时，不进寺庙，不扰民，不干政，还主动派军医为藏民看病、修路、建桥、运粮施药。这一套软着陆策略让不少人改观。解放军进城时，有个画面被很多老百姓记了一辈子。一位藏族老人望着解放军列队进入布达拉宫前广场，默默地合掌行礼，又在转经筒前多绕了3圈。他说：“他们不是来抢的，是来住的。”这句话朴实，却揭示了当时藏区百姓心里的微妙变化，从恐惧到警惕，再到观察，最后慢慢接受。而对新中国来说，这场和平解放不是终点，而是开始。西藏的治理还要面临无数挑战，语言、风俗、制度、意识形态，彼此间差异巨大，需要时间调试。但这一步总算是走下来了，那张一直未拼上的拼图终于落位。只不过拼图归位不等于缝隙填平，接下来的几十年还会有风霜雨雪，有摩擦拉扯，但至少从这刻起，这场高原上的棋局棋盘终于完整。1951年夏，布达拉宫上空的阳光格外刺眼，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像一道骤然打开的窗，让整座高原古城短暂晃了神。那年风还是旧风，庙里的钟声依旧早晚不误，转经筒照常转着，但街头的脚步声变了，陌生的军靴节奏和熟悉的藏靴碰撞出一种新节奏。变革像雪崩前悄悄滑动的冰面，无声却不可逆。拉萨知道，一切真的不同了。17条协议生效后，中央政府迅速展开逐步推进尊重差异的策略。与一般人想象不同，这初期并非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改造，而是一种观察、接触、等待、渗透的温和节奏。中央派出的不是革命队伍，而是进藏工作组和军政联合代表团，穿着皮袍，学着礼仪，讲着藏语。这种尊重传统的姿态，既是策略，也是真实的考量。高原问题不能用平原办法解决。藏区贵族和上层僧侣起初依旧警惕，他们担心的并非立刻的接管，而是未来是否会失去原有地位。许多人选择观望，不反对也不靠近，而更有远见的一批人则开始主动与新政权建立联系，试图在新时代中谋得转型空间。例如阿沛、阿旺晋美这位签约代表，不久后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成为新旧制度衔接的桥梁人物。达赖喇嘛也很快表现出合作姿态。1954年，他赴北京参加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他在中南海受到了最高规格接待，甚至还曾在毛泽东家中共进晚餐。会议期间，他说了一句话：“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我愿为民族团结贡献自己。”这句表态被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引起广泛关注，也象征着中央与西藏地方在那个历史节点上达成的一个微妙平衡。可这种平衡本质上是过渡性的。拉萨城中墙壁未动，但意识已变。解放军修路、通电、设邮政、建学校、开诊所，那些从未见过的机器开始开进雪域腹地，那些中央来的老师在藏族孩子耳边讲述着新中国的故事，那些卫生小组给喇嘛们洗牙、打疫苗，连感冒这种病都被重新命名。变革不靠暴力，而靠点滴积累。而藏区的普通百姓对这一切是矛盾的，有人感恩，因看病不再看天意；有人怀疑，怕传统被替代；
也有人混杂着期待和恐惧，看着这些从未有过的变化，试图用自己的理解重新命名：是保护，是同化，是融合，还是新的冒险？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条路已经不是西藏一个人走了，它成了国家整体大叙事的一部分，成了中华民族大团圆的一块拼图。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中央将开始更有计划地推动西藏制度改革。此时，藏地贵族阶层开始感受到真正的压力，这不再只是文化层面的共处，而是制度层面的融合。这也让拉萨政治再度出现分裂，部分人主张继续合作，试图用协商争取缓冲，也有部分激进者开始暗中联络，串通反对，甚至向海外寻求支援。就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1959年，西藏发生严重骚乱，达赖喇嘛最终选择出走，踏上流亡之路。那天风很大，拉萨的街巷空荡，许多人都记得那一夜的紧张。有人烧毁文书，有人藏起经卷，有人悄悄望向布达拉宫方向。达赖走后，拉萨的天仿佛静止了一刻，然后一切开始加速。中央很快平息了骚乱，并宣布实施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度，重新构建基层政权。这场改革彻底改变了西藏社会结构，几百年来的政教合一制度终结，贵族特权土崩瓦解，喇嘛制度被重新规范，普通藏民第一次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震荡，也是拼图落定之后真正的系统重塑。至此，西藏这块拼图终于在政治、制度、地理上完成归位，它不再是地图上那块模糊的、争议的、不确定的地带，而是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中央在西藏全面建政，社区、通路、设军区、建学校、兴水利，一切按部就班。曾经多方角力的舞台，如今变成了重构共识的起点。但这场归位并非意味着问题结束，文化冲突、宗教适应、语言融合、民族认同，这些问题还在继续。但也正因为这些问题，西藏始终是中国治理体系中最复杂、最特殊、最值得用心思考的一块区域。它不是附属，也不是边角，而是一片需要理解、尊重、陪伴的高原。当年13世达赖曾说：“西藏在云中行走。”如今，这朵云终于被拼入国家的山河之图。但真正的拼图完成，从不是一纸协议或一次进军，而是千万普通藏人从惊疑、抗拒到理解、参与的历程。这条路不只是一个政治结果，更是一个漫长民族对话的过程。好了，故事就讲到这里。长长的篇章，跨越了几十年的风雪风霜。也许你现在已经忘了最开始我们是从哪一句话开始讲起的了。没关系，你只需要记得，在那片雪山与天空之间，曾经有一块地图的边角，经历了无数次拉锯、争夺、犹豫与妥协，才终于慢慢归位。那些曾在高原上来回走动的身影，有的穿军靴，有的穿僧袍，有的手里拿的是经卷，有的握着地图，他们都曾试图定义这片土地的归属。但到最后，归属并不只是某一个政权的胜利，而是一种更长久的陪伴和理解的开始。现在，窗外可能已经安静下来了吧？如果你此刻正蜷缩在被窝里，那么请让你的脑袋放轻松，把那些复杂的历史、人名、协议、边界线统统放在一边。你已经陪我走完这一段漫长的旅程，是时候放下地图，让思绪慢慢沉进梦里。